无名的历史语境和年代感灼人，而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亦与影片腔调融为一体，少年感与男人味混杂，良善的钝感与阴质的锋锐交织，诠释成长。而这些是电影不曾讲述的，表现这些的不是只给的浅表台词，是氛围、情绪与演技。叶先生一度以王队长为友，不是纯伪装，和王队长在76号忙里偷闲，二傻子般翘着小指吐烟圈玩，并非装傻充愣。他才介于少年与男人之间的年纪，潜伏的高压下也需要释放苦闷。野兽般的他不过是在贫瘠的血色间贪恋刹那作为人的情感。叶先生平时穿西装系领带，一板一眼，城市感满满，颇有雅正绅士般的洁癖。狂揍东瀛人后，他擦拭沾血领带。无名者身处无间，有时不得不做些敷衍功夫和血腥勾当，即使是为大义，也一定非常痛苦。此处的擦拭，想必对应的正是心灵的洁癖。还有叶先生击杀王队长前的那滴泪，战争一开始，地狱便打开。叶先生落泪是祭奠自己的青春，与泪水将故人与旧事一笔勾销。爱人死了，朋友没了，能证明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的人都在生命里一一谢幕了，此后就真只是暗器与机器了。他的打戏和哭戏都令人惊艳，拳拳到肉的血脉奔张间，我们常常忘了他一开始杀人时手还抖得点不着烟，忘了他也有伤痕累累孑然一身的痛苦。这是神格大于人格，为大义可抹煞自我痕迹和私人情感，只有流泪瞬间方能稍显人心的暗器啊。伏笔与隐喻，看客能感知多少潜在个人修为，而沉在剧情的欲语还休，让人同理无名者的牺牲，更仰仗演员修为。无名的好就在言语观的共情间，台片虐，于是就有影迷沉浸式体验谍战的决心，于是就在边角旮旯时间重新发现票房。而这其实无异于一种堪称歪打正着的行为艺术，引导着明星粉丝从一般意义上的广场式狂欢的欣赏，向上突破到了高雅文艺欣赏所独有的深度境界。因愤懑不平与艺术感动产生的复购支持，电影从粉丝口碑开始传播，作品口碑渐渐出圈，接驳了更大的主流观众。最终好奇宝宝、看热闹的、黑转粉的，都在考古溯源中聚水成尖，自来水源源不断泉涌，终于成了票房逆天改命的关键。从韩光君的正到谢云的聊，百里的吃到陈宇的酱，再到叶密西斯来接是微笑，成长在时间中发酵可持续，他迟早会成为睫毛、鬓角和背影都是戏的人。单纯做资本宠儿，是双方都没有长期盈利和复利的自杀式投资。琛儿说银河往往没有什么价值，王一博说我的世界不退让，就是尔态度和博姿态的底层逻辑。陈耳是中国第6代导演的含金量，而王一博有望成为新生代演员的分享标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演员他身上灵性、诗性与美感并存，这是超越皮相又不能缺少皮相的难得微妙。内娱观众不是只配垃圾快餐，同理也不是只配糙汉丑帅。如今功德圆满的莱昂纳多、布拉德彼特和汤姆克鲁斯，当初谁不是求花艳绝寰宇？ ChatGPT 引发的 AI 时代降临，我们是历史见证者。世上不存在满分事物，何况有图有真相时代结束。当生活都在人工智能干涉下叙事难分，疆域不明，除了眼前人，还有什么是可信任的呢？当代观众请珍惜真正的演员和严肃的导演吧，得学会辨别狼来了，才能不透支不动摇。诋毁本质是另类仰望，追随本质是坚守信仰。希望是属于奋斗者的，绝望的只会是觊觎的文盲。上一代国际影星老去后，新生代挑大梁的不是太少是断档。多年青黄不接后，内娱终于有了国际青年偶像，不容易。中国电影久违形象气质俱佳，演技台词并美的新面孔来，香港电影就更暮气沉沉。新人就像兴奋剂，让整个行业激动不已。中国电影能否带着作品强势复苏，席卷国际舞台，横扫戛纳和柏林，开启属于自己的黄金年代 2.0。
当然，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说，不能期望从屠夫、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慈善心得到我们的晚餐，而是从他们关怀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得到，从饭圈短视与利益相间中放下屠刀。文化还是娱乐，体制还是市场，都离不开植根青年，依靠青年，发动青年。格局再大些，喜欢王一博更期待王一博是演员，不拘一格但同样优秀的后浪，共同撑起这暮霭沉沉但仍有心血尚可期的影视圈。